恋爱10周年那天，未婚夫带着小助理在国外出差，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无人接听。几乎是同时，小助理的社交账号更新了。视频里，他身后的男人正在脱掉衬衫，坚实的胸肌轮廓在昏暗灯光下张力十足。他配文道：跟大律师出国见世面，白天教我做事，晚上教我做人，嘻嘻。我没急没恼，点赞评论道：加油，争取早日做出人来。一直没能打通的电话终于回拨过来，急促的铃声后，耳边响起苏思妍压抑不住愤怒的声音：南雪，你干嘛阴阳怪气？心柔都被你吓哭了，至于吗？小姑娘不过是玩梗而已，你也不是没年轻过，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？一连串指责如连珠炮般轰炸过来，压根不关心已经很久不会主动找他的我，为什么会在1个小时内打了10几个电话给他？我把手机移远一点，语气平静道：分手吧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语气冷静下来。就因为一个开玩笑的视频？对，南雪，不到半年，你提3次分手了，你就不怕我真的答应？苏思妍无奈叹气。我知道你内心不安，你不年轻了，总担心我会被小姑娘抢走。可你要搞清楚，首先人家没那个想法，其次，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那种不负责任的人？说吧，这次又想要我怎么样？回去我就公开求婚，春节就结婚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一声不吭挂了电话。我们恋爱10年，从19岁到29岁，在最美好的青春相爱，携手熬过苦日子。如今他功成名就，成为顶级律所的合伙人，人人都说我运气好，选中潜力股。苏思妍也笃定，我每次提分手都是在以退为进，因为他屡次纵容何心柔的越界行为，我已经提过2次分手，每次都是冷战后，苏思妍低头求和。第一次，他休了10天年假，陪我回老家看望父母。第二次，他送我一辆法拉利，又买下别墅，说是婚房。这次，他以为我在逼婚，他不知道，每次我都是真的想走，只是这次，我不会再回头。分手只是最后一步，我已经安排好人生的新篇章，新的工作，新的目的地，都在等我。我等他回来，只是因为漫长10年，就算是终章，也得掷地有声。苏思妍一脸疲惫地进了家门，行李箱扔在玄关，人瘫坐在沙发上，声音有点嘶哑。南雪，润喉茶煮好了吧？在国外这半个月，嗓子一直不舒服，难受死了。他有过敏性咽炎，这些年我反复试验，才调配出最适合他的润喉茶，比药效果都好。若是以前，这个时候我肯定会嘘寒问暖，然后端出早就煮好的润喉茶，看着他喝下去。但现在，我视线半分没离开电脑屏幕，纹丝不动。苏思妍有点诧异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首饰盒，打开递到我面前。10周年礼物，看看，喜欢吗？见我没动，苏思妍取出戒指，你试一下，很好看的。并不是我以为的求婚戒指，而是一枚小巧精致的装饰性尾戒。我扫了眼戒指，继续点着鼠标。苏思妍耐心道歉，随手把戒指扔在桌上。还在为那天的事跟我闹？我带他出国是工作，10周年纪念日我又没忘，礼物也买了，还要怎样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礼物是你选的吗？他眼底闪过一丝心虚，声调反而高了起来。是心柔选的，他说求婚戒指应该提前定制，送礼物的话，这种尾戒比较时尚。女人的东西我又不懂，这是店员推荐的高奢当季新款，怎么，这也有错吗？我伸出右手，淡淡道，是吗？那你给我戴上吧。苏思妍拿起戒指，刚套上我小指指尖，脸色突然变了。雪白纤细的手指，小指关节怪异的扭曲着，戒指卡在那里，仿佛是个笑话。他僵在原地，嘴唇无声息动。我冷笑一声，抽回手。苏思妍她忘了，我小手指受伤没能及时治疗，落下了残疾，根本戴不了尾戒。她忘得真快，哪怕这伤还是因为就她才落下的。车祸发生时，我飞身推开她，小指被碾断。那时我们穷困潦倒，已经欠了半年房租，眼看就要流落街头。我用肇事者赔的8万块交了1年房租，剩下的给他买了身像样的面试行头。直到我疼得在夜里哭出声，苏思妍才发现我只是随便在小诊所打了个石膏，根本没有去正规治疗。那晚我们在逼仄的地下室抱头痛哭。他说这辈子会永远爱我，珍惜我。原来他说的永远连10年都没有。玄关处密码锁响了，门被轻轻推开，何心柔蹑手蹑脚的进来。看见我和苏思妍，他愣住了。啊，嫂子也在家啊，我不是故意打扰的。
他瞬间不自在起来，好像这才发现自己的出场方式很不合理。苏绿电脑落车上了，我以为他刚下飞机在补觉倒时差，怕吵醒他，所以没敲门。我面无表情的看着眼前快哭出来的何心柔，冷声道：密码记得这么清楚，不是第一次这样来了吧？何心柔声音微颤，脸上却满是毫不退让的倔强。嫂子你别误会，我没来过几次，就是之前帮苏绿拿材料，他才告诉我密码的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可我和苏绿清清白白，没有见不得人的事。我是助理，帮苏绿跑腿做事是本分。我不禁冷笑，还是没忍住。来大姨妈了，要老板深夜送姜糖水，家里进蟑螂了，老板上门英雄救美，不管什么时间总能出现在我们约会的地方，你这个助理当的还真是本分，还跟我说清白。大晚上的拍老板脱衣服，刚到家就追着登堂入室，你真清白。何心柔一双杏眼蓄满泪水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她固执地望向苏思言，见他不作声，终于转头流下眼泪。南雪，够了。苏思言走过去，轻轻拍着何心柔的后背，皱眉看向我。有必要说的这么难听吗？他只是好心来送电脑，以后我会让他注意。他无奈地望向何心柔，小声责怪他，你也是，怎么这么冒失，快给南雪道歉吧。我没错，何心柔抽泣着，我只是心疼你，这半个月你太辛苦了，我就是怕吵醒你。我被他气得忍无可忍，拿出手机。你未经主人允许擅闯住宅，你还没错。既然律师老板没教会你懂法，那让警察来吧。行了，苏思言大步跨过来，一把夺走我的手机。别太过分了，南雪，你这样像个得理不饶人的泼妇。不懂法的是你，这房子在我名下，我让他来他就可以来。房间安静的落针可闻，何心柔挺直了背，向我投来得意的眼神。我一瞬不瞬地盯着苏思言。我和他同校同专业，他追我的起因就是因为在辩论赛上没赢过我。如今我在他眼里竟然是个不懂法的泼妇。突然间，眼前这张看了10年的脸变得陌生又模糊。对上我的视线，苏思言脸上浮现一丝慌张，很快又恢复坦然。南雪，我的意思是小事化了。我抓起包，轻轻笑了一下，你说的对，这是你的房子，该走的人是我。何心柔拦在我面前，嫂子，你别这样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？你这样赌气出去，他还得去追你。苏绿他真的很辛苦，我现在就走，你们别生气了，让他睡个好觉休息一会行吗？他死死抓住我手臂，尖利的指甲陷在我皮肤里。我挣脱后用力扇了他一耳光，一声脆响，他踉跄着后退倒下。南雪，身后苏思言追了2步，又被何心柔的呼痛声唤回去。我甩上门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车库里，苏思言的库里南和我的法拉利并排停着。库里南的副驾上满是粉色装饰，还贴着一个草莓图案的标牌，可爱小助理专座。买这辆车时，苏思言刚跻身红圈律所。那天他春风得意，执意把车记在我名下，又兴奋地带我出城兜风。我腰不好，想在副驾放一个腰垫，他望着粉色垫子无奈笑道：南雪，放这样的东西会让人质疑我的专业程度。什么时候起，他的专业程度已经容得下这满车粉色装饰了？原则就是用来打破的，旧爱自然不敌新欢。我转头上了法拉利，车子驶入街道，我才发现偌大的京市，自己竟然无处可去。家乡在1000多公里外的山城。这些年来，我全身心投入律所的工作上，除了苏思言和律所的同事，竟然连一个能交心的朋友也没有。当年我不肯回老家，坚决留在京市陪苏思言创业，伤了爸妈的心。3年前我意外怀孕，那时正值律所创业关键时期，实在没有条件结婚生子，只能忍痛打掉。我妈千里迢迢来照顾我小月子，望着形容憔悴的我，她流下眼泪。小雪，你以后会后悔的。那次小产后，我元气大伤，体力撑不起律所高强度的工作，只好退出在家养病。退出律所后，更是连和同事的来往也没有了。我一路把车子开出城，停在偏僻的路边发呆。我该后悔吗？后悔在19岁时牵牢的手，一路走得头破血流也不肯松开。我下意识地抚着变形残疾的小手指，想不出答案。手机跳出苏思言的消息，我让心柔走了，密码也改了，以后不会再有这种事了。我不会出轨，他也不是那种人，你真没必要这样。他哭了好久，说心里愧疚。手机收到转账52000元，你最近心情不太好，出去散散心吧，等我忙完这阵子就把婚期定下，这下总能把心放回肚子里了吧。苏思言高傲的语气几乎要跃出屏幕。到底从什么时候起，
结婚成了他对我的恩赐。我不禁苦笑，想起前不久的聚会上，我从洗手间回来时，无意间听见工友问他，大律师，听说你买了湖边别墅做婚房，羡慕啊，事业有成，又抱得美人归。有人轻佻道，说真的，以苏律现在的身价，娶个小明星也正常吧，也就苏律深情，坚持不换人。苏思言笑声低沉，10年了，南雪陪我吃过那么多苦，我要是不娶她，我就成了罪人。10年了，娶我成了他的责任，我不再是他的热爱，反而成了沉重的包袱。我沉默着，没有收款，也没有回复苏思言。手机收到另一个号码的消息，学妹，你前几天说来澳洲帮我，不会是忽悠我吧？刚才苏思言还在同学群里打听婚庆公司呢，你们要结婚了，你舍得异国分居？我轻轻一笑，回复道，我和他分手了，另外，我什么时候食言过？签证都办好了，准备大干一场吧。之后几天，我都在为出国做准备。苏思言期间只给我发了一条消息，在外面消了气就回来。倒是何心柔，活跃的像住在了网上，朋友圈一天好几条，每条都有苏思言的身影。大律师请我吃米其林，算了，和好了。下雨天贴心的送我到楼下，好想把他拐回家，奈何家里没有会后空翻的猫啊。他的眼神告诉我，如果抛开一切，重新出发，所爱所选只会是我。他在挑衅我，却不知道我根本不在意这些了。我准备离开京市的前一天，何心柔打来电话，声音冷漠又不服气，苏律出车祸了，他在找你，地址我发过去了，要不要来你自己考虑吧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去了。推开病房的门，刚好撞见何心柔甩着手上的水从卫生间出来，他脸上浮起恶毒笑意，眼角往地上扫了一下，跟着他的视线，我才注意到地上扔着几个用过的纸巾团，屋里满是石楠花的气味。何心柔摇着手腕，突然哎呀了一声，帘子后传来苏思言熟悉的事后哑声，怎么了，心柔？没事。何心柔答应着，对上我的视线，笑得灿烂明媚。都怪你这么久，人家手好酸啊。他就站在那里，轻轻偏头挑衅对峙。我勾唇笑了一下，转身离开。多待1秒都嫌脏，有些人不配好聚好散。出国前，我回了一趟山城。前几天，我在电话里和我妈说了要去澳洲工作的事，不知为何，和苏思言分手的事几次到了嘴边，最终还是难以启齿。我妈接过我手里的东西，指了指阳台上浇花的爸爸，你把小苏拉黑了，他找不到你，昨天电话打到你爸这来了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这下怎么交代？磨磨蹭蹭到阳台，爸爸放下水壶，一脸严肃，你和小苏闹分手？就因一个女助理？小苏说那只是普通的异性同事。一股委屈涌上心头，我喉咙哽住，实在开不了口说医院里的事。一向沉稳的爸爸脸上竟然有一丝慌张，你哭什么啊？分就分吧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妈妈走过来拍着我的后背，昨天你爸我俩就分析过，肯定不是小苏说的那样，咱女儿不是那样无理取闹的人，她和那个女助理肯定不像她说的那样清白。忍了好多天的眼泪，在这个时候突然奔涌而出，我哭得停不下来，良久我才平复心情。我妈心疼地搂着我，当年你不肯留在家里工作，非要和他北漂，10年落的这个结果太不值了。我爸清了清嗓子，别管值还是不值，该认栽时就得认栽，错付就错付了，老是后悔埋怨也没有意义。我只问你一件事，你现在要去澳洲工作，是赌气还是认真的决定？我擦掉眼泪，郑重点头，是认真做的决定。一个交好的学长在那边律所站稳了脚跟，想开拓国内业务，需要一个合伙人。我妈满脸不舍道，小雪，那你真要离开家去那么远啊？我爸站起身，开门就要走，净说这些废话，从小到大，他啥时候服过管？我妈急忙嚷道，老头子，你去哪？这都快吃饭了。我爸背着手，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，去楼下买饮料。你不知道闺女吃火锅要喝酸梅汁的吗？我紧紧搂住我妈，妈，我去了澳洲，也是以国内业务为主，至少有一半时间在国内工作，以后我会经常回来的。还有，爸的风湿病其实不适合在山城养老，你们也可以每年到澳洲过半年。我妈笑着拍了我一下，我们可说不好英语，去了不会丢你的脸吧？门外传来一声冷哼，那是你，我英语好得很。我笑出眼泪，是啊，错付10年我认了，我南雪赢得了也输得起。我换了新的手机号，几个老同学在 QQ 上找我，南雪，你和苏思言闹别扭了，他满世界发疯找你。
你俩以前那么好啊，你们要是分手了，我真不相信爱情了。思妍和我说了，那就是个没有边界感的助理而已，又没有原则性错误，你俩眼看要结婚了，你可不要想不开便宜别人。我拿着手机想了想，实在没有解释的必要。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不要说别人了，就是当年奋不顾身的我，一定也想不到，有一天我连一眼都不想再看那个人。连续几个人这样来问候，我把 QQ 签名改了，已分手，除了介绍男朋友和业务，其他是免开尊口。终于清静了。到澳洲那天，学长陈一景到机场来接我。南雪，澳洲人民欢迎你。多年未见，陈一景还是我记忆里的样子，只是气质上多了几分成熟老练，笑起来时眉眼弯弯，仿佛还是那个成天乐呵呵的温厚学长。大学时我俩是一个辩论队的，我冲锋，他兜底，一直所向披靡。大家都以为我俩会走到一起，所有人都意外，我竟然选择了家境贫困的苏思妍。一个学姐还劝我说，苏思妍虽然也很优秀，但是陈一景温厚善良，人品可靠。我当时不以为然道，可是苏思妍对我好啊。我万万没想到，有一天她对我的好，会随着爱转移到别人身上。苏思妍对何心柔的种种体贴温柔，何心柔以为是她的专属待遇，其实都是曾给过我的复制品。相爱时凭感情，不爱的时候就知道人品的重要性了。可惜我那时不懂，我迫不及待要开始工作，陈一景却坚持要先陪我在澳洲玩几天。你人都来了，我还怕你跑了不成？先好好放松几天，以后有的是干工作的时候。陈一景是个称职的陪玩，多年未见，我们并无隔阂，好像并肩作战的事就在昨天。从国内的冬天来到澳洲的热夏，阳光、海滩、帅哥美女，我尽情游玩。和苏思妍在一起之前，我本来是活泼开朗的小太阳性格，因为他占有欲强，缺少安全感，我才慢慢和朋友们疏远。我为了苏思妍而压抑多年的本性，终于再次毫无顾忌的释放。分手真好，早该分手。陈一景拍了和我的合照，问我可以发动态吗？发？为什么不能发？见不得人的又不是我。陈一景的动态发出后，第二天晚上，苏思妍就出现在我面前。她拄着单拐，脸色憔悴，头发被夜风吹得凌乱，全然不见平时的风度翩翩。我控制住嫌弃的表情，转头谢过送我回家的陈一景。他瞥了一眼不远处的苏思妍，温声道，要我在车里等着吗？等你上楼我再离开。我笑笑，没事，不用，我能处理。目送陈一景离开后，我像没看见一样，径直往住处走。苏思妍一把攥住我手腕，脸色阴沉的滴水。南雪，你早就联系上他了？你是不是早就想好要分手了？我只觉得可笑。苏思妍，我不是你，别拿你的行为来往我头上扣屎盆子。他沉默了几秒，清了清嗓子。南雪，如果你介意何心柔，我可以开了他。我向你发誓，我从来没碰过他。我打断他的话，用手帮你不算做，是吗？苏思妍浑身一颤，眼神漂浮。你别听何心柔胡说，我没有。我笑笑，不用听说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跟你抱怨手酸的时候，我就在帘子外面。还有话说吗？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苏思妍突然扔掉拐杖，一把抱住我，急切道，别走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没碰他，那不算发生关系。他语无伦次的解释着，手臂用力箍住我，呼吸喷吐在我颈间。一股恶心从胸腔升腾而上，我猛地推开他，快要吐出来。苏思妍踉跄着站稳，震惊的脸上毫无血色，嘴里喃喃道，别嫌弃我，南雪，我没有脏。我强忍住呕吐，可我就是嫌你脏。苏思妍不敢置信地望着我，我又补上一句，要点脸吧，别来骚扰前任。他眼眶通红，嘴唇抖了半天，才开口道，你陪我吃那么多苦，我从来没想过和你分开。我承认何心柔诱惑了我，可归根结底，我和他也没算发生关系。为了这一点事，你就放弃我们的10年？何心柔学历、长相样样不输你，又比你年轻，你就不怕我真和他在一起？我简直要笑出眼泪。早就知道他会狡辩，但实在没想到他能说出这种话。我对渣男的了解还是不够深刻。苏思妍，我真心祝福你俩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算我求你，是我没福气，你这么好的男人，只有何心柔才配得上，行了吗？玩了一天，我真累了，再见，好走不送。我转身就走，身后传来苏思妍咬牙切齿的声音，南雪，你可别后悔。1个月后，同学群里组织聚会，陈一景问我回去参加吗？我合上笔记本，舒展着酸痛的腰背，当然了。
律所要开拓国内业务，我之前在国内做了5年，现在自然还要慢慢把业务都捡起来。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同学聚会也是发展人脉、交流信息的好机会。我和陈一景刚进宴会厅，迎头便撞上苏思妍跟何心柔。何心柔穿着精致的粉色羊绒连衣裙，颈间的钻石项链耀眼夺目。她紧紧挽着苏思妍的手臂，两人跟连体婴似的寸步不离。苏思妍腿伤应该是好了，也收拾得英俊潇洒，对何心柔温柔体贴，一副浓情蜜意的样子。我和苏思妍的10年，同学们无人不知。前不久，苏思妍还在群里说快和我结婚了。眼下这个情形，让不少人脸上满是讶异。一个心直口快的同学直接问出来，南雪，你这是和陈学长在一起了？我爽快回答，没有，我现在单身，和陈学长是合伙人。何心柔撇撇嘴，阴阳怪气道，是合伙人还是无缝衔接的新欢啊？南雪姐，你这样断崖式分手，知道苏律有多痛苦吗？我不耐烦的皱眉，还没来得及反驳，陈一景开口了，你就是那个白天跟苏律学做事，晚上跟苏律学做人的助理吧？他笑眯眯慢悠悠道，我看你也不怎么会做人啊，以后晚上多学点。何心柔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她咬着嘴唇，偎在苏思妍肩上，眼泪汪汪道，苏律，我性子直，给你丢脸了。可我就是看不下去，南雪姐凭什么这样对你啊？你哪里对不起她了？你还精心准备着求婚，人家早就背着你攀了高枝。苏思妍脸色铁青，目光不渝地看向我。人在极度无语的时候，真的会笑。不光是我，在场的女同学们也被何心柔拙劣的绿茶套路逗笑了。她们忍不住为我反驳，苏思妍，你这个绿茶小情人在装什么啊？同学们谁不知道南雪的为人？她要是想攀高枝，当年会放着陈学长选你这个贫困生。就是啊，人家坦坦荡荡说是单身，那就是和你分手了。再说了，南雪和陈学长可没像你俩这样腻歪，你看他那胸都快卡你胳肢窝里了。你要是真有心，早就把南雪娶回家了，在这装什么深情？上次聚会我就想对你了，说什么不娶南雪你就成了罪人，你脸可真大。咱们法学系花，轮得到你嫌弃？满座就有，无一人为苏思妍说话。我一点也不意外。同校期间，我的优秀有目共睹，创业那几年的努力与成就，同学们也都看在眼里。我虽然退出律所2-3年，可并没有人真当我是闲在家里的废物。苏思妍脸色难看到极点，咬着牙一言不发。何心柔坐立不安，一双手揪着裙摆，身体止不住的哆嗦。苏律，他们就是嫉妒我年轻。他一脸恨意的看向我，除了家世，我哪点不如你？哪都不如我，我淡定回答。何心柔眼泪滚滚落下，还要再说，苏思妍却暴喝一声，够了。一个泼辣的女同学毫不退缩道，你吼什么吼？好好的同学聚会，被你和绿茶小三搞得乌烟瘴气，你俩赶紧滚蛋吧，别影响大家心情。苏思妍疼得站起身，胸口起伏着，眼神似乎要在我身上钉2个孔。我毫不闪躲的迎上她的视线。片刻后，她咬牙切齿的拉起何心柔，我们走。回国后，我和陈一景开始紧锣密鼓的工作。我也没那么傻，10周年的事件后，我一夜没睡，把苏思妍电脑里的工作文件全部拷贝了。也幸亏她懒，这么多年，密码一直没改。这件事，我连陈一景都没告诉。我只是在做法务代理方案的时候，全部压着苏思妍的方案做。她做得好的地方，我比她更好；她疏漏的地方，我挨个补好。我尽心尽力的陪她创业几年，没有我，就没有她的律所。这是我应得的。不到半年，苏思妍计划发展的新客户10之8九被我拿下。在我的努力下，很多老客户也准备到期转到我这里签约。他之前顺风顺水时，跟合伙人签了对赌协议，眼下对赌协议岌岌可危。听说他焦头烂额，到处在找关系拉业务。何心柔倒是不离不弃，在朋友圈发动态，共克时艰。我愿陪你东山再起。我快笑出声，能不能先把错别字改掉呢？你这个水平陪着他东山再起有点难啊。初夏深夜，我结束加班，刚回到住处，绿化带前的长椅上突然站起一个身影。苏思妍远远地盯着我，她身形瘦了许多，灰暗的脸上嘴唇干裂，嗓音艰涩。南雪，你就那么恨我吗？非要把我逼到绝路？我看着她眼里的不甘，心平气和道，我不恨你，公平竞争而已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本职也是律师。苏思妍沉默片刻，轻声道，如果你只是想把我打回原形，我不介意，只要你能回来，我愿意放弃一切。我笑了，可我不愿意放弃一切，我只是不要你。
迎上他的视线，我一字一句道：你是放弃一切吗？你是已经失去一切了吧？如果你现在飞黄腾达，你会这样出现在我面前求我回头吗？你只会搂着新欢，觉得自己仁至义尽了，是我不识抬举，钻牛角尖。苏思言，就算你是聪明人，也不要把别人都当成傻子。他眼里的一丝希冀一点点碎掉，我转身要走。南雪，苏思言急切地喊住我，可是我还爱你。他一脸痛苦深情的样子，我从来没有爱过别人，我没有跟何心柔在一起，那天是故意气你的。我发誓，我从身到心都没有背叛过你。我不禁扶额叹气，又来了，老天爷啊，怎么不多打点雷劈死这些随地发誓的渣男？我笑笑，证据呢？苏思言稳了稳神，无罪不需要举证。行行行，跟我比专业是吧？我从包里翻出个 U 盘，疑罪从无是吧？行，谁主张谁举证。库里南的行车记录仪软件连在我手机上的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车主是我的名字，记录仪的内容是合法证据，你不会不懂吧？你跟何心柔在这辆车上做过什么？不需要我帮你回忆吧？就在你跑来澳洲找我，然后回国的第一个晚上，你俩就在车上睡了。你跟何心柔还真般配，你俩都学错专业了，当初去学表演，现在说不定双双影帝影后了。苏思言脸色尴尬到极点，这个情况下，他居然还不放弃，仍然挣扎着解释。那天我看到你和陈一景在一起，你又对我那么绝情，我被愤怒冲昏了大脑。何心柔他又主动勾引我，我打断他的话，所以1.6米的何心柔把1.8米的你按在车里墙上了。他的话戛然而止，沉默片刻后，他缓缓跪在我面前，艰涩开口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认错，能不能原谅我一次？我冷淡的笑了笑。苏思言低头跪着，肩膀微颤，看不见神情。头顶的海棠花树被晚风吹落几片花瓣，轻轻落在他发顶。我脑海里突然浮现久远的记忆，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，在学校湖边的海棠树下。他轻轻拿下我头顶的海棠花瓣，眼睛亮闪闪的，对上我的视线，羞涩的转开头。一股凉意飘落心间，我长叹一口气，放缓语气。苏思言，如果你还想让我们的10年有一点点美好回忆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事到如今，你就一次也没有想过10周年那天，我为什么突然给你打了10多个电话吗？苏思言惊愕地抬起头，我把手放在小腹上，那天我本来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可你一直不肯接电话。他脸上瞬间血色全无，目光猛地落在我小腹上，急切道，你怀孕了？南雪，我们马上结婚，让我弥补你和孩子，好不好？我弯下腰，直视他的眼睛。那天在医院看到何心柔和你的龌龊事后，我直接在医院打掉了。他立刻红了眼，浑身颤抖着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连我们的孩子都不要？我声音微颤，几年前我小产已经伤了身体，这次手术后，医生说我可能以后都不能怀孕了。我们一起走过10年，是你对不起我，至今我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说过你的坏话，你就行行好，就当给那个没能出世的孩子积点德，放过我，行吗？是你先不要那个孩子的，如果你那天接了我的电话，也许现在一切都不会这样。说到最后，我哽咽住了。苏思言身子委顿在地，发出痛苦的哭声。我转身擦掉眼泪，大步离开。NND， 该去学表演的人是我才对。即兴表演这条赛道上，也是让我给闯进去了。那天我给苏思言打了10多个电话，是因为看到他出差的城市街头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，电话无人接听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那1个小时，我坐立不安，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他身边。直到我刷到何心柔的那条动态，一颗心瞬间凉透。那1分钟起，我和苏思言就没有回头路了。渣男也有良心吗？也许多少会有一点吧，那就让他良心难安吧。反而他现在事业也毁了，别的方面也没法再打击他了。漫长余生里，也许他会不停的后悔。如果那天接了我的电话，现在他依然是成功人士，事业有成，家庭美满，被人尊重羡慕。他会反省自己吗？不会，他只会把错归咎到何心柔头上。都怪他任性，撒娇不让他接我电话，都怪他胡闹，擅自闯到家里来，都怪他放荡，不管是医院还是车里就勾引他。成功的苏思言要是娶了何心柔，可能也不会过得太差。可落魄的苏思言，我相信他们都不会让对方好过。我没有怀孕，没有打胎，至于以后不能再生孩子，更是即兴发挥。骗渣男需要良心吗？不需要吧。我洗了个澡，打开电脑，打算明天再继续抢苏思言的客户。
不到1年，苏思妍就破产了。她赔付不起对赌的天价赔款，财产被执行一空后，上了老赖名单。听人说，她跟何心柔结婚了，婚礼在一个小的不像样的地方办了几桌酒，有几个老同学去了，回来都说新郎新娘都是一脸不情愿的样子，不知道这个婚到底是怎么结成的。婚后，苏思妍跟何心柔一起离开了京市，销声匿迹。再次听到他们的消息，是在电视上的法制节目里。醉酒的苏思妍在争执中失手，把怀孕8个月的何心柔从楼梯推了下去，孩子没保住，何心柔腰椎重伤，终生瘫痪。苏思妍被判了10年。我关了电视，内心毫无波澜，这些事都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我的人生只有美好的明天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